很多人住了一辈子房子，总以为那就是个挡风遮雨的地方，钢筋水泥砖头瓦块罢了。我告诉你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佛经上讲的一清二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万法皆是有灵的。你们以为房子是死的吗？你们晓得吗？你住的这个房子，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它是会呼吸的，它天天陪着你，甚至能听懂你起心动念的声音。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家有祥瑞，必有余庆。什么意思呢？一个家庭要是快转大运了，快熬出头发大财了，老天爷绝对不会悄无声息，在你降下大福报之前，一定会提前在你的屋檐下、你的厅堂里亮起几盏微弱的指示灯，这就是风水里的征兆。只要你家里开始出现这几种细微动静，哎呀，那我就要双手合十，恭喜你了，说明你这大半辈子的修行没白费，你家已经被你养成了一块千金难买的风水宝地。讲到这儿，很多人心里犯嘀咕，甚至想抬杠了。老师，风水不是靠风水先生拿着罗盘定出来的吗？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本末倒置。真正的风水从来不是找出来的，它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养出来的。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年轻时候听过的故事。从前有一户人家，老太爷过世了，几个兄弟要分家产，那些弟弟们精明得很，把镇上最赚钱的商铺、村里最肥沃的水田全都抢走了，留下什么呢？留下一座连草都不怎么长的枯山头，扔给了最老实的大哥。那座山全是石头，干巴巴的，连打口井都抽不出水来。村里人都摇头，说这大哥太傻了，住在这种绝地里，风水差到了极点，这辈子肯定要穷死。可是这位大哥呢，他不争不抢，也抱怨老天爷不公。他搬到山上后就做了2件事：白天拿着锄头在石头缝里刨土种树，晚上就在茅草屋的屋檐下闭着眼睛打坐念佛。山上飞来要饭的野鸟，他就把碗里仅有的一点碎米撒给他们吃。他的心就像潭深水，不起一点波澜。这在佛法里叫定力。就这样心平气和地过了4、5年。有一天夜里，奇迹发生了。就在他每天打坐的那块最干硬的石头底下，突然咕嘟咕嘟冒出了一股清泉。那泉水甘甜凛冽，日夜不息，有了水就有了一半命。没过2年，那座孤山长满了参天大树，引来了百鸟朝凤。后来有个极其厉害的风水大师路过一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大呼道：哎呀，这竟然是世间罕见的玉带环腰大格局之局啊！住在这里的人子孙是要出将入相的。你们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地脉自己跑过去了吗？不是的，这里头藏着我们佛门里最高深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宇宙法则：依报随正报转。这7个字价值连城啊！什么是依报？你的房子、你的床铺、你家门外的山水，这些你依靠着生存的环境，就叫依报。什么是正报？就是你这个人，你的这颗心，你身上带的福报和业力。佛法讲得明明白白，万法唯心造。环境是死的，但你的心是活的。那个大哥心里头没有怨恨，全是慈悲和善良。他那一念清净的正报，硬生生把枯山的依报给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易经里说的地道变迁。地下的气脉是跟着活人的心念在走的。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风水是迷信，你家里的风水其实就是你内心世界的一面大镜子。当你心里头的福德慢慢积满了，你这面镜子里
自然就会折射出吉利的影子。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子呢？我们普通人家里如果快要走大运了，究竟会出现哪些肉眼可见的征兆？你们今天不妨对照着我接下来讲的这几个现象，自己去屋子里看一看。如果站了一条你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们不要天天盯着银行卡里的数字，也不要到处去求神问卜，你们就看看你们家周围的那些小森林，看看那些花花草草，他们可是比风水先生还要准的天然风水检测仪啊！你们晓得民间有句老话叫狗来富，猫来起大桌，燕子做窝喜事多。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些流浪猫狗跑到家里来，弄得脏兮兮的，燕子在屋檐下搭个窝，还要天天打扫鸟粪，嫌烦，拿个竹竿就给捅掉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这么做，就是把老天爷送上门的好风水硬生生赶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道理我们老祖宗的易经里讲的最透彻。易经八卦里头有一个卦叫震卦，这个震卦代表什么？代表春天，代表打雷，也代表五行里的木。古人讲震木生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雷一响，万物复苏，地下那个阳气，那个勃勃的生机就开始往上冒了。这种代表着好运，代表着生命力的震木之气，我们人类的鼻子是闻不到，我们人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六根都被世俗的欲望给蒙蔽了。但是那些小动物的直觉比我们要灵敏100倍、1000倍，它们就像是天地之间最精密的风水探测仪。一只燕子要在哪里安家，群蜜蜂要在哪里筑巢，或者一只在外面挨饿受冻的流浪狗，它为什么偏偏走到你家门口就不走了，还冲着你摇尾巴？你们以为是随便碰巧的吗？绝对不是。他们不看你这个房子是在市中心还是在郊区，也不看你的房产证，他们只看一样东西，看你这个家里的生命力指标合不合格，看你这个家里的磁场有没有杀气。这就是佛法里讲的道理。佛法讲慈悲，讲无畏施。什么是无畏施？就是你这个人心里头善良平和，没有戾气，不随便发脾气，别的众生靠近你的时候不会感到害怕。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家里两夫妻天天吵架，为了点钱斤斤计较，哪怕这个房子装修得像皇宫一样，那个空间里弥漫的都是什么气？是怨气，是怒气，是阴寒之气。那种气场就像一根根无形的毒刺，小动物一靠近，吓都吓跑了，怎么可能还在你家做窝？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家里的人平时多行善事，心胸豁达，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一家人都是和和气气，有商有量，慢慢的你这个屋子里的气场就被你们的善念给暖热了。这就是佛法说的，你们积累的善业转化成了环境里的生机。小动物一飞到你家阳台上，觉得这个地方好舒服，好温暖，好安全，当然要在你这里安家了。这就是老天爷借着动物的本能，给你家的风水打了个满分。除了小动物，家里的植物也是一样。常常有人跟我说，老师真奇怪，我家阳台上那盆快枯死的发财树，我都大半年没管它了，以为死透了，结果春天一到，居然从枯木头里抽出了好几片绿油油的新芽。还有那盆好几年不开花的兰花，突然打花苞了。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要恭喜你，草木逢春，枯木发芽。这也是正木生发最直接的显化。为什么植物能在你家焕发生机？因为你家里的磁场养人，也养万物。你内心的正能量，那种生生不息的善念，隔空滋养了这些植物，
所以朋友们，如果这段时间你发现家里突然飞来了燕子、蜜蜂，或者有流浪的小狗、小猫上门，又或者家里本来半死不活的绿植突然长得郁郁葱葱，千万不要嫌麻烦，你要在心里头升起欢喜心。佛法叫随喜赞叹，你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这是你过去的善心、善言、善行结出的果子，是你自己把这个家养成了一块生气盎然的风水宝地，好运气、好财运马上就要顺着这股生机进门了。我常常碰到一些居士跑来跟我抱怨，老师啊，我这个人是不是生病了？怎么一回家或者去某个亲戚家串门，只要一坐在沙发上，我就觉得眼皮打架，心里头特别安静，就想舒舒服服睡一觉。我是不是中邪了？还是他家风水不好，压我运势的？我听了就笑，我告诉他们，哎呀，你不仅没有中邪，还要大大的恭喜你自己，更要恭喜那个亲戚。你能有这种感觉，说明你遇到真正的风水宝地了。你们晓得我们现代人在外面工作应酬，每天脑子里转着千百个念头，那个心总是悬在半空中的，叫做心浮气躁。如果你走进一个房子，不仅没有烦躁感，反而觉得心里那块石头啪一下落地了，全身放松的想睡觉。这在风水学上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叫藏风聚气。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易经的学问传到近代，有个很有名的人叫郭璞，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把风水这两个字的底细教了底。他说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什么意思呢？天地之间有一种养人的气，也就是我们说的磁场能量。这个气呀，遇到乱刮的风就被吹散，遇到水它就停下来聚在一起。易经八卦里头，巽卦代表风，坎卦代表水。真正的风水宝地，就是要让这个顺风变得温柔，把好运气像水一样砍住，留在家里。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们都是带过孩子、结过婚的人，想想看，一个人生气发脾气的时候，那个呼吸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气喘吁吁的，很急促？相反，当你在佛堂打坐或者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的呼吸是不是很绵长、很深沉？你自己都听不到呼吸声。房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们要晓得，屋子就像是人的肺，它也是在呼吸的。好房子的呼吸，就是那种绵长深沉的深呼吸。外面的风吹进来，在屋子里柔和地转一圈，把角落里的晦气带走，把新鲜的生气留下。人住在这样的肺里头，磁场安稳，情绪自然就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你进去就觉得踏实想睡觉，因为这个气场在像母亲一样抚慰你疲惫的心神。反过来，什么叫坏房子的呼吸？那就是气喘吁吁。比如现在很多楼房的设计，一推开大门，一条直线通到底，直接对着阳台的大窗户。这种格局，民间有个词叫穿堂煞，很多人还觉得挺好，说南北通透凉快。我告诉你们，这在风水上是最忌讳的。为什么？好运气、好财运进了你家门，就像穿堂风一样，呼的一下进来了，又呼的一下从阳台跑出去了，呼啸着来，呼啸着走，什么都留不住。这种房子它的气场是乱，是急促，你住在里面，不知不觉就会跟着急躁。两夫妻坐在客厅里，没说上3句话，就要开始抬杠吵架。可是我们要往深里看一步，佛法讲万法唯心造。为什么你会买到或者住进一个穿堂煞的房子？又为什么你在这个房子里存不住气？其实这跟你的心性和业力是完全对应。很多留不住财的人，
本质上是因为他心里藏不住风，聚不住气。比如今天别人夸他2句，他立刻飘飘然；明天别人骂他1句，他立刻暴跳如雷。他的心念就像那个穿堂风一样，一点定力都没有。佛经里讲，这叫被8风吹动，利、衰、毁、欲、嗔、饥、苦、乐。你的心境如果不稳定，你外在的居住环境自然也会显化出这种细流不稳的磁场。哪怕你强行用屏风把大门和阳台隔开，只要你心里的火气和怨气还在，你家里的磁场依然是乱，家宅依然不宁。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住的房子让你和家人一回家就觉得放松，晚上睡觉也不做噩梦，一觉睡到大天亮，而你回到家哪怕不说话，坐在沙发上玩手机，气氛也很祥和，那你千万要在佛菩萨面前磕头感恩一声。这说明你们一家人平时心性修得好，脾气温和，不造口业，结下了善缘，是你们这份定力和善念把这栋房子涵养成了藏风聚气的宝地。住在这个磁场里，那财运福报还能跑得掉吗？慢慢的都会像水一样聚到你这个家里来。常常有人问我，老师啊，您前面讲的那个气场磁场我都懂了，但是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有没有什么我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得到的风水征兆呢？有的。你们回到家，站在大门口往自己家里看一眼，如果你们家大门干干净净，屋子里头白天阳光充沛，特别亮堂，而且这个房子住了10年20年，连墙皮都不怎么掉，水管也不怎么漏，结实得很，哎呀，那我真的要恭喜你，这在风水里是一个极大的征兆。这就说明你们家这栋房子里藏着你们祖宗或者你们自己平时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阴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迷信，这里头有极深的道理。我们老祖宗的易经里讲，阴阳交泰，一个好房子必须要有乾阳和坤地。这2个东西，乾是什么？乾卦就是天，就是太阳，代表着光明和纯正。你们家门庭洁净，阳光能照得进来，这就是乾阳充足。佛法里讲光明能破除一切黑暗。你们家里阳光足，那些什么阴气、霉气、乱七八糟的煞气，太阳一晒，全化解掉了。那坤又是什么？坤卦就是地，代表着厚德载物，房子结构坚固，历久弥新，这就是坤厚。但是你们要晓得，看似这是物理上的阳光和砖瓦，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是因果。给你们讲个故事。清朝的时候，某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是地动山摇。当时有一条很繁华的街道，大地震过后，整条街的房子哗啦啦全塌了，变成了一片废墟。唯独有一家人的老宅子，在地震里头摇晃来晃去，像不倒翁一样，就是他。等地震停了，大家跑出来一看，好家伙，这条街全平了，就他家那个老宅子好端端的立在那里，顶多就是屋檐上掉了几块瓦片。大家就觉得奇怪，说这家是不是请了哪路神仙保佑？后来一打听，原来当年建这栋房子的时候，这家的老太爷是个极其厚道、极其善良的人。那个年代建房子都是请木匠师傅来打毛榫，这个老太爷对这些干苦力活的木匠，那真是当成自家人一样看待，每天大鱼大肉、好茶好饭的招待着。到了结工钱的时候，不仅1分钱克扣，还额外多给人家包个红包。他说师傅们辛苦了，养家糊口不容易。你们想想，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个
带头的木匠师傅感动得不得了，心想我干了一辈子手艺，没见过这么仁义的东家。为了报答这份恩情，这个老木匠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了。他用了当时最顶级、最费时费力的防震毛榫结构，每一个接口都做得严丝合缝，把这房子建得像个铁桶一样结实。几十年后，一场大地震来了，别的房子塌了，他家的房子保住了全家人的命。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木匠手艺好，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手艺再好，如果这家人当初天天算计木匠，克扣工钱，木匠心里憋着怨气，随便给你糊弄2下，地震一跑，你家不也塌了吗？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如是因，如是果。这个不倒翁老宅看似是物理上的坚固，其实是这家人平时占别人便宜，广结善缘所结下的善果。那个坚固的毛榫结构，就是老太爷当年种下的阴德变现出来。反观我们现在，有些人买个房子搞装修，天天跟装修工人吵架，为了几十块钱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恨不得把工人的血汗钱都扣光。工人心里带着气，带着恨，在给你刷墙接电线的时候，那个怨气就留在你房子里。结果你住进去，今天水管爆了，明天电线短路了，家里天天出毛病，天天破财。这怪谁？怪风水不好吗？怪你自己的贪念和业力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家现在的房子不管住了多少年，依然结结实实、干干净净，阳光一照进来，全家人心里都暖洋洋的，这就是最大的风水预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这家人平时做事堂堂正正，待人宽厚，不尖酸刻薄，是你们自己这份厚德守住了这栋房子的风水。老天爷不仅让你们住得踏实，还要保佑你们家业长青，子孙平安。很多人天天跑来找我倒苦水，说老师，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做生意被人骗，投资亏本，喝口凉水都塞牙。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家风水破了，还是流年不利？我连他的生辰八字都不用看，直接问他一句话，你最近是不是在家跟老爹老妈顶嘴了？是不是又给父母甩脸子看了？他一听，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们晓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懂这个因果，总觉得父母老了、啰嗦了，自己在外头赚了点钱，是个老板了，脾气就大了，动不动就呵斥父母。哎呀，你懂什么？别管我的事。我告诉你们，在佛法里头，这叫自断财路。佛经上讲，这个世界上有福田。什么叫福田？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你把种子播下去，能长出福报，长出财运的田地，就叫福田。这其中最大最灵验的一块田叫恩田，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是对我们恩情最大的人，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大如须弥山。我给你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这个人，你的事业、你的财富、你的名声，就像一棵大树的枝叶。那你的父母是什么？父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你天天顶撞父母，惹父母伤心流泪，哪怕你只是心里头嫌弃他们，这就好比你拿着一把大斧头，天天在底下砍自己的树根，树根都被你砍烂了，被虫子咬坏了，你还指望上面的枝叶能茂盛，还能开花结果发大财？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顶撞父母就是破财最快的捷径。你不孝顺，就是把家里风水的根给绝了。那夫妻关系呢，也是一样的要命。佛法里讲，夫妻用到极深刻的一个词叫共业。什么是共业？
就是你们两个人结了婚，进了同一个家门，在老天爷的因果账本上，你们俩的能量场就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账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们把家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水是什么？水就是财运，就是好运气。你们的父母就是这个蓄水池的入水口，你不孝顺，就是把入水口给堵死。外面再怎么下大雨，水也进不来。那夫妻关系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夫妻俩互相感恩，佛门里讲知恩报恩，老婆体谅老公在外面赚钱吃苦受气，老公心疼老婆在家里操持家务带孩子，两个人恩恩爱爱，这就等于你们在给这个蓄水池充值，把池子的底部越垫越厚，越建越大。可是如果夫妻俩天天吵架，互相抱怨猜忌，甚至破口大骂，这叫什么？这就相当于你们俩一人拿着一把铁锤和凿子，天天在这个蓄水池的底部咣当咣当的凿洞。今天为了100块钱吵一架，凿个小洞漏掉一点财，明天为了接孩子打一架，凿个大洞漏掉大笔财。你想想看，哪怕你家外面的风水再好，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老天爷想给你发财的机会，可是你家池子底下全是你们吵架凿出来的洞，漏得比进的还快，你能存得住一滴水吗？根本存不住的。所以朋友们，风水的大秘密到底在哪里？就在这人和2个字里头。如果你现在回到家，看到老父亲老母亲坐在沙发上笑眯眯的，晚辈说话和气，厨房里老婆在做饭，老公在旁边帮忙打下手，两人有说有笑，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风水大阵。家和万事兴，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宇宙间最精密的因果定律。只要你们家出现了这种人和德厚的征兆，你根本不用花钱去请财神，财神也会自己排着队往你家里走。因为你这个家已经养成了一块无上的福田，什么好运气都会在这里生根发芽。讲到这里，我估摸着肯定有朋友在心里嘀咕了，老师啊，您说的这些好征兆，什么燕子做窝、丈风聚气、儿女不顶嘴，我家现在全都没有啊！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这该怎么办？是不是我得花一笔大钱去请个厉害的风水师傅，到家里来摆个什么招财阵法化解一下？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去花那个冤枉钱。你们要晓得，佛法里头有最高级的改命法，也是最厉害的聚财阵法，而且根本不需要你花1分钱。今天我就教给你们普通人，在家里马上就能照做的3个实操方法。只要你把这3招做到了，我敢保证不出半年，你们家的风水绝对大变样。第一个绝招叫不施和颜悦色，破除你脸上的苦瓜相。你们晓得很多人下班回家，或者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做了一天生意，回到家那张脸拉得有多长吗？在单位里受了老板的气，在外面跟客户赔了笑脸，或者在菜市场跟人拌了2句嘴，心里头憋着一团火，推开家门，老婆问一句，今天怎么回来晚了？他马上像吃了火药一样跑回去，看到孙子把玩具扔在地上，上去就是一顿骂，这就叫把外面的戾气和怨气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长此以往，你这张脸就变成了一张苦瓜脸。你们去照照镜子，眉头紧锁，嘴角往下掉，满脸的愁苦和凶相。跟你们讲，人的脸就是你家里的第一道风水。你顶着一张苦瓜脸坐在客厅里，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探头一看，哎呀，这家主人面相这么苦这么凶，吓得赶紧转身就走，生怕沾了你的晦气。那佛法里是怎么教我们改的呢？
佛门里讲7种无财布施，就是不用花钱就能做的7种布施。其中第一种就叫言施，就是用和颜悦色对待别人。怎么实操呢？很简单，每天不管你在外面有多累，受了多大的委屈，当你走到自家大门外，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那一刻，停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你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外面的烦恼、工作的压力、别人的恶言恶语，通通都留在门外，绝不带进这个家门半步。然后你像抖落身上的灰尘一样，抖一抖肩膀，把那些晦气全抖掉，最后强迫自己嘴角上扬，换上一副笑脸，再把门推开。进门第一句话，欢欢喜喜地喊一声，我回来啦。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每天进门换上这副笑脸，这就是你不花1分钱摆下的聚财正法。你这一笑，家里的空气都跟着温暖，老婆孩子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了。这股和气一旦在家里流转开来，那就是和气生财。第二个绝招叫守护口业，定下家规。饭桌床头绝不吵架。我们佛教里常说一句老话，叫群居守口，要口吐莲花。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是反着来的，叫口吐毒舌。我发现一个极其普遍的坏现象，你们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家有没有。很多父母白天见不到孩子，到了晚上吃饭，一家人坐在饭桌上了，他开始搞饭桌教育了，边扒饭边指着孩子，你今天作业怎么写得这么差？你看看隔壁家小明考了多少分？或者夫妻俩在饭桌上抱怨这个月房贷怎么交啊？你那个破工作能赚几个钱？还有就是在睡觉前躺在床头了，把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翻出来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我告诉你们，这是在折自己的寿，断自己的福报。为什么？从生理和磁场上讲，吃饭和睡觉是人在这一天当中吸收天地能量和营养最关键的2个时辰。你吃饭是在吸收物质能量，你睡觉是在吸收精神能量。当你在饭桌上生气骂人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分泌出毒素，你骂得越凶，那个饭菜吃进肚子里，就跟吃毒药没两样，全变成了病气。你在睡前吵架，带着一肚子怨气和恨意入睡，你的潜意识在整个晚上都在吸收这种黑暗、破坏性的负能量。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脑胀，浑身酸痛，出门办事肯定不顺。所以这个实操方法就是从今天起，你们在家里立下一个铁规矩：第一，吃饭的时候天塌下来也不准指责，不准抱怨，只说开心的事。第二，睡觉前绝不吵架，有什么矛盾，明天太阳升起来了再说。你把这个口业守住了，把饭桌和床头这2块阵地守成了净土，你家里的磁场就不可能变坏。你不信，回去试1个月，保证你们全家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第3个绝招叫随喜赞叹，化解你心里的嫉妒心。我们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特别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听说远房亲戚突然做生意发了大财，买了大别墅，你心里那个酸啊，有什么了不起？还不知道背地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听说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你嘴上说着恭喜，心里却嘀咕书呆子一个，以后毕业了还不是给人打工。这种心态民间叫红眼病，佛法里叫嫉妒心。你们晓得吗？嫉妒是最损阴德、最破财的一种心念。宇宙间的能量是讲究同频共振，财富和好运有一种特定的高频磁场。当你看到别人发财，看到别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你心里升起嫉妒、仇视、酸溜溜的念头，
你这就等于在宇宙里发射了一个信号，我讨厌财富，我排斥别人的好运。那好，财神爷听到了，财富和好运自然就离你远远的。那怎么改变呢？佛法教我们要修随喜功德。什么叫随喜？就是看到别人得了好处，你要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替他高兴，在嘴上在心里去赞叹他。亲戚发财了，你诚心诚意的祝福，哎呀，太好了，他这几年吃了不少苦，这是他修来的福报，我真替他高兴。邻居孩子考上大学了，你由衷的赞叹，这孩子真有出息，他父母平时教育的真好，阿弥陀佛，祝福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你们知道吗？佛经里讲得明明白白，当你真心实意去随喜别人善业和福报的时候，别人修来的功德你也分到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当下，你的心胸打开了，你的磁场和那个好运财富的频率调整到了同一个频道上。你虽然一分钱没花，但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同频相吸，别人身上的好运气不知不觉就被你吸附到自己家里来了。所以朋友们，把这3点记牢了：进门换上笑脸颜，饭桌床头守住口业，看见别人好随喜赞叹，这就是老师今天教给你们的无价之宝。你把这3点落实在生活里，你的心性就彻底转过来，心转了，业力就转了，业力一转，你们家的风水想不旺都难。今天讲了这么多家里的风水征兆，最后我想给你们讲一个佛经里的小故事，你们把这个故事听进心里去，这辈子的风水就彻底通透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个国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花了大价钱，一口气供养了佛陀1万盏油灯，整个道场被照得灯火通明，排场大得很。这时候有个要饭的贫苦老太婆，她也想供佛，可是她身上1分钱都没有，她把自己留了一辈子的长头发剪下来，卖了几个铜板，去换了一盏小的不能再小的油灯，也供在了佛前。结果到了半夜，突然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国王供养的那1万盏华丽的油灯被风一吹，呼啦一下全灭了。唯独那个穷老太婆供养的那一盏小油灯，在狂风里面不仅没有灭，反而越烧越旺，光芒万丈。大家都很惊讶，问佛陀这是怎么回事。佛陀说，国王点灯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他心里带着傲慢，带着求回报的心。而这个老太婆虽然只有1盏灯，但她的发心极其纯粹，她是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毫无保留的亲近的供养。这就是佛法里讲的万法唯心造。你们看风水它到底在哪里？它不在风水先生的罗盘上，也不在你买的那些铜钱貔貅里，它全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若是个福人，哪怕现在租房子住地下室，只要你心胸豁达，与人为善，那地下室也是你将来龙腾9天前的潜水池。你若心胸狭隘，天天算计发脾气，哪怕你住进皇宫，也会把皇宫活成一座冷气深深的冷宫。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最后啰嗦一遍，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第一，家里飞来小动物，植物长得好，不要嫌烦，那是你家有生机。第二，一回家就觉得踏实想睡觉，那是千金难买的藏风聚气。第三，房子亮堂结实，那是老祖宗和你自己积下来的阴德。第四，这最重要，父母是水龙头，夫妻是蓄水池，孝顺和睦才是天下第一等大风水。如果这些都没有，赶紧把那3招用起来。进门换个笑脸，饭桌床头绝不吵架，看到别人发财要随喜赞叹，
记住了没有？这几个信念你们一定要死死的守住。讲到这里，我还要掏心窝子跟你们说一说利他的道理。我们佛门讲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你自己明白了这些道理，这只是第一步。最好的修行，最顶级的积福方式，其实是度人。金刚经里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如果有人拿着装满整个宇宙的金银财宝去布施，他的功德大不大？很大。但是不如有人为他人讲一句佛法道理的功德大。这就是法布施。你们今天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儿女、亲戚、朋友，或者发在你们的家族群，你这不是为了凑热闹。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一个老姐妹或者你的儿子今天刚好跟家里人吵了架，心里正烦着，突然点开你转发的这个视频，他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念头转过来了，今晚少发了一顿脾气，少造了一个恶业，把家里马上要破的财给稳住了。他之所以能少走这段弯路，全是因为你当初动了那个善念，动了那一下手指头，这就是你实实在在积累下的无量功德。老天爷和佛菩萨都在本子上给你记着。所以如果你觉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那么一点启发，有一点点帮助，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分享和转发，都是在做一次法布施，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深厚的福报。最后，从迷到悟，只在呼吸之间。朋友们，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如果我们在评论区你留下善言，你可以写下愿我与家人心存善念，和睦安康，或者写愿世间一切善缘皆得福报，诸事圆满。当我们成千上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那个形成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最终都会像回音一样，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愿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心安之处皆是福地。